life I lead in this city, hurrying to cut my teeth. I can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, it doesn't make it easy. OK， 我們終於到薩陽的住宿了，這間是 The Grand Canyon。那一個晚上呢是284塊美金。那因為今天是禮拜六，然後可能又是旅遊旺季的關係，所以房價是真的非常高。那我們在這裡會住2個晚上，又是這種超級大的雙人床，然後他們室內都沒有主燈哦，都是這個台燈，美國氣氛。然後這裡是廁所。今天晚上呢，我們就早早休息，因為明天我們還要到大峽谷的南緣主要的遊園路線去看日出。晚安。整理服裝儀容，大家早安。現在早上5點，我們已經抵達了這個大峽谷南緣，一個叫做 Bright Angel Trail 光明天使步道。然後我們等一下呢，就是要去步行往谷底的方向。大峽谷南緣呢，就是主要觀光客來健行的步道。那很有名的是，就是南凱巴步道、峽谷邊緣步道，然後跟這個光明天使步道。那我們為什麼要那麼早來？就是要來看日出。那這邊就是大峽谷清晨的樣子，看超清楚嚇到驚呆，很壯觀哎。現在的溫度大概多少？我剛看是56度華氏，大概12、13度。然後天空已經出現了那個漸層的日出雲。那我們現在要透過一些小跑步來進行暖身。這邊是整個之字形的方式下山。這個如果你是走到最底下，如果你太晚來走的話，它的溫度可能會高達40度左右。那這裡就是入口。那這次的健行路線，它道路大概就這麼寬，旁邊就很恐怖啊，又巨高了，只能走到一個地方，它就要你折返。那因為現在大峽谷整個都是警戒狀態，所以整個森林的露營區是都不能用火。好，我們就繼續走了，看看大峽谷高低落差的那個不同風貌。它等一下還要原路折返，從這個步道的頂端就最高，它是2100公尺左右。它下去到現在目前開放的位置是1100公尺左右，所以高低海拔高低落差高達1000公尺。然後到科羅拉多河的河谷的地方是700多公尺，所以你看哦，這個溫差會超級大。因為我們現在在上面，到白天的時候會有大概20幾度的溫差，那到樓下就可能會來到40幾度了。有沒有這天空？你看，不要害怕 ，OK 嗎？小貓。小心哦！哦，高低落差是很嚇人的。這全部以前科羅拉多河切出來了，直接看得到最下面，非常猛。這下坡很斜，你知道我最討厭下坡嗎？跟我人生一樣，不喜歡走下坡。不是啊，是因為那個腳趾前面很頂，但真的很漂亮哎。我們是真的走進大峽谷裡面，不是只有車開進來。我們待會走的距離呢，差不多就是1.5英里，然後我們就要折返往上，先下後上。我們現在發現鹿的一家人，真的鹿啊！看一下，小聲一點，我們已經親門踏戶到他們家。你知道大峽谷有多大嗎？相當於1/7的台灣。我們現在南緣根本就是冰山一角。是沒看過大谷在大峽谷。好啊，介紹一下為什麼會有不同的分層。
我們剛剛已經從石灰岩比較軟的那種2.7億年的，走到現在3.5億年的頁岩，等一下再繼續往下走就是17億年。時空旅人，但我沒有要往下走。剛地板都是從灰的石頭变成這種比較紅的，很酷哎。我們現在要從1.5 mile 的地方再繼續往上，大谷了嗎？大峽谷 ，We are here。已經走到我們今天的折返點了，光明天使步道，我们就走到這個小屋，然後它有水可以補給，然後就可以折返上去。上坡才是辛苦的開始。那因為我們是來自群山之島，台灣 No.1，待會就爬上去。由下往上的時候就很快就出汗，但這個步道看起來是很親民，因為大人小孩、阿公阿嬤都有。然後他是建議說，你10點之前爬，或者是4點之後爬，要麼看日出，要麼看夕陽。10點過後呢，就是進入到正中午的時候，建議就不要了。Morning， 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馬，你先講不对再卡掉。馬跟騾混血之後變驢，对，確定？真的。我有一頭小毛驢，是這樣來的，混來的，原來是這樣哦，酷。無限上坡，已經快要回到第一個洞口，要跟光明天使步道說再見，也算是參與了大峽谷幾億年的歷史當中其中一小小部分。我跟你講，每個人下來吧，表情立馬很愉悅。大家知道，等一下去底下熱就算了，你要折返上來，所以你真的要算好自己帶的水啊、體能啊這些到底夠不夠，哦，不然上面拍是真的很漂亮，下去還要再上來，辛苦啊！但是所有的風景都是不容易，我們都是幸運的一群人。出發！我來記錄一下我們在大峽谷裡面的餐廳，點了一塊披薩，還有一個手撕豬肉套餐。這樣子的價格呢是27塊，這樣加起來是809塊台幣，還 OK， 因為自助區不用付小費，然後有4個攤位，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的，然後飲料自己裝，然後來結賬。好，那我們就簡單吃一下，因為10點到下午2點呢是比較炎熱的天氣，避暑一下，然後待會再繼續出發，去一些 point、main point。很多重點 ，PowerPoint， 能量景點，好，就先這樣啊。看一下大峽谷火車，有莒光號車型，是嗎？哇，這個火車知道它的來歷了，它原來是可以從威廉姆斯直接搭到這邊來的一日觀光列車，所以呢。如果你不想要開車的話，是可以選擇這種旅遊方式啊。它放你在這邊玩，大概4個小時，11點多到，然後可以一直到下午3點，再搭回去威廉姆斯。那這個就是美國西部拓荒史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市鎮。這個大峽谷列車很酷的地方是，它使用的燃料是回收的炸薯條油，有這麼多炸薯條油可以拿來當燃料，真的厲害。好，這一站我們到了是地質博物館。那這邊的 view 超好，地質博士。你說這個是什麼？每一個都有名稱。對啊，就長這種形狀的。我覺得這看起來大片一點，上面是平的，然後就叫這個。然後這個上面尖一點的也是叫這個。然後這個小小的、尖尖的。哇，那這樣分類，對，可愛。500萬年前。它的水流量是比現在多很多的，切割出來的樣子。這如果是地質學家或地理學家看到這個會很興奮。這個地方很推薦大家來，因為這裡它是用半圓形的窗戶來展示，就整個展望超好，然後會對應不同的點，然後跟你說這個地方地質形成原因。距離遊客中心最近的這個 Mesa Point 也是很有名的看日出跟日落的景點。那因為隨着太陽角度的變化，就會呈現不一樣的航線。哇，這個視野跟展望超好，人也超多。好，我們現在在 Visitor Center，
遊客中心。然後這裡就是再次介紹一下大峽谷的歷史，然後跟它主要形成的主因，還有幾條路線。這裡很貼心會告訴你各種，你如果只剩1個到2個小時，或第一次来，或者是要看夕陽，或者是你有半天你要幹嘛。好，我們現在要去今天的下一個點，夕陽點 Hopi Point， 它一定要搭接駁車才有辦法去的，所以我們要先把車子開到那個接駁車的終點的停車場。剛得到一個很有趣的資訊，就是哈巴蘇派，它是唯一一個這個美國原住民居住在谷底，然後目前人口統計應該是1000人以下。好少，對，超級少。然後他們有一個哈巴蘇派的瀑布，就是他們的圣地。他去這個地方呢，就是開放露營啊、登山健行這樣。但是都要預約，預約時間可能等待都要好幾個月這樣子。你不覺得那很像武俠小說以前的秘境嗎？而且它沒有，就是它沒有對外道路。你要嘛就是從我們今天走大峽谷南緣的任何一個往下的路線，不然你就是騎驢子，不然就是搭直升機。1975年，聯邦政府就把那個保留地還給他們，不然其實他們之前被驅趕，原住民好像都面臨相同命運，好壞。對啊，真的好壞。那我們的車嘞？在這找到。好啦，我們現在是上了紅線的公車，然後現在要往 Hopi Point。那這裡是車輛管制的，所以一定要搭接駁車過去。那最晚一班呢，以暑假來說是7點半。對，差不多就是日落結束之後30分鐘。對，那選擇這個看日出日落的景點呢，就跟棒球場的位置一樣，這裡就像3壘側，所以太陽從那邊下去的時候，剛好這邊會是陰影處，然後看到遠方東邊的地方1壘側的地方它是亮的，然後會呈現不同的光線變化，有道理吧？因為大峽谷像一個碗，跟球場很像。這個 Hermit Rest 就是大峽谷南緣最西側的終點站，然後以前就是運送貨物的一個基地。這邊是有個商店，開到7點。酷，這個好有氣氛。夕陽就在我們的後方，看一下會有這個橘色的光。剛剛那個 Hopi Point 的那邊仿佛漁人碼頭，人潮都在等夕陽。你覺得那些探險家真的是太強了，在以前那個年代，然後發現這些地方，然後開始建設這樣子。他們從底下就是划船，經過科羅拉多河，然後再從那邊爬上，光想就累，太 crazy 了。我們已經追完夕陽了，超級美。從今天早上看日出，然後到現在看日落，我們也是把大峽谷公園當作環球影城跟迪士尼來玩，從早尬到晚，人生必訪，你要來看一次。如果可以在這裡面露營住宿的話，更方便抵達這些不同的地方。真的，它太多遊覽的方式了，不管是騎驢，然後搭公車，自己開車，自己走路，都會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大峽谷。好啊，那我們這一集分享大峽谷的遊記呢，就到這邊了。那我們就下期見了，拜拜。如果你是石頭愛好者的話，你會非常喜歡，會 rock， 有沒有？這麼多 rock， 喜歡嗎？你喜歡石頭嗎？Do you like it？ 不想理我，因為這裡太高了。